第12幕第2场后人类主义提问，进入的是后人类的缘起，然后我们会介绍后人类与科技跟后人类与动物作为一个这场课程的说明。那现在请同学来提问。雷神索尔、钢铁人、美国队长、绿巨人浩克、闪电侠、机械战警、蜘蛛人、金刚狼、X 博士、万磁王、魔形女、海贼王的鲁夫等，他们算是后人类吗？这些超级人类又该怎么分类啊？什么是后人类的基本定义啊？后人类跟科技、动物还有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最近媒体常说，新机器人的时代来临了，人类的许多工作将被机器人再次全面性取代。后人类的来临到底对人类是福还是祸呢？从同学的问题就看得出，我们这一个单元要讨论的后人类是一个非常时尚也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议题。好莱坞的电影最近有2大趋势正在拍摄，一个就是灾难片，各种灾难，然后第2个趋势就是英雄片，就是后人类赋予人类不一样的功能，成为一个英雄。那这2个又经常是组合在一起，所以说从好莱坞的这样电影的趋势看得出来，我们21世纪要面对的一个生存的时代，跟科技、跟动物、跟甚至我们待会要谈到跟神的关系，会连接出后人类的议题。那在这个议题底下，目前有4个理论家成为受重视，也受大家尊敬的一个论述的书写者。那第1个是沃尔夫 Gary Wolf， 第2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哈洛维 Donna Haraway， 那第3个是黑尔斯 Catherine Hayes， 跟第4个史蒂格勒是德希达的学生 Bernard Stiegler。 他们的著作目前正影响着也决定着我们对后人类的认知跟定义，因为后人类这样的论述还正在兴起，那很多的定义还是模糊的，那甚至很多的争议。那从 Stiegler 到Haraway， 你会看到有属于哲学面向的，还有科技面向的，还有动物面向的角度来探讨人成为人、作为人如何面对一个全新的后人类时代。那这个后，记得我们谈过后殖民、后结构，那像后现代到底是一个断裂呢，还是一个延续？那我们看到在后人类的时代还是有这样的议题，到底后人类是断掉人为主的呢，还是一个人为延续的一个人类的样态？后人类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神话的一个起源，我们都很熟知道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到天上偷了火，然后也受到神的惩罚。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事实上是我们整个后人类的一个神话缘起。那就是普罗米修斯，事实上他是有一个外号叫做 Forethought， 他是先知先觉。那他有个弟弟叫艾比米修斯，叫做 Afterthought， 就是后知后觉。那2个兄弟之所以一个先知先觉，一个后知后觉，因为普罗米修斯是 God of Memory， 他永远记得所有的事情，所以他是可以先预测、先知先觉。而他的弟弟艾比米修斯却是 God of Forgetting， 他是一个遗忘之神，所以他永远忘东忘西，永远是后知后觉。那有一天，宙斯就命令2兄弟做一件事情，就是世间的动物有上千上万种，那每一种动物必须要自己的生存的一个属性。那这个工作就交给了这个兄弟。那弟弟很兴奋，就说：“哥哥，这个事情我喜欢，我来做。”那哥哥也看
弟弟这么兴奋，这么热忱，就把这件事情就交给弟弟做。弟弟当然也很认真的开始就赋予这个老鹰有翱翔的翅膀，老虎、狮子有一个爪牙，那有牙齿、利牙、利爪。那这个乌龟有硬的壳，鱼有鳞，可以在水里游；猴子可以爬树。那所有的万物都有它活下来生存的一个功能跟属性。那袋子里面的属性分配动物之后，分配完了，然后就很兴奋来找哥哥，我做完这件事情。那哥哥当下说完了，因为有一个动物你没有分配给他任何生存的能力，那个动物叫人类，所以变成为一个裸虫，因为人类连猫狗都还有毛，我们连毛都没有，是一个最赤裸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动物，所以人类是一个最脆弱的生存的一个动物，在整个万物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普罗米修斯，就是因为他的老弟这样的遗忘之神，后知后觉的遗忘之神，忘了给人类一个活在世间的一个能力，那就只好跑到Olympus Mountain 那个天神的神上面的一个山里面偷了火是神圣的，偷到人间来给了人类，因为人类就因为这样子有了火。那当然普罗米修斯就受到这样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惩罚。那重点是火给了人类之后，人类有了火，就有了所谓的工具，它可以烹饪，它可以拿火来服务它的生活，甚至可以火来驱赶其他的动物。好，所以人类有了火，就有了它在世间生存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赋予了它活在世间上的能力，增加了它的能力。所以后人类谈的就是一个概念，叫真能性。我人作为人，身为人，我在这个世间，我如何成为从一个最弱小、最没有能力生存的一个动物，变成主宰整个世间万物万物之王之王，来统宰整个万物的动物，是因为我们有真能的属性，那就是后人类的基本概念。那用这张图来把目前当下所有的理论在探讨后人类主义跟后人类思潮的论述，可以分为3大类别，让成为后这个字跟人类有3种真人的模式。一种是后人类真为神的能力，像我们有雷神索尔，他是有被他神化，还有神的能力。那第二种是后人类跟动物，所以你有所谓的蜘蛛人这样子的，被蜘蛛咬到了，我可以跟蜘蛛一样，是可以有超能力真人，所以我才可以在大楼之间这样的这种摇摆或者是这样跳跃。那最后一种就是机械，那机械是最普遍的了，也就是赋予它的物质性。那物质性就会给科技带予人类新的真能性。我们人类之所以我们在生态学的时候会讲，从一个 deep ecology 深层生态只是万物的一环的一个物种，变成主宰整个世界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科技。那科技赋予我们的一个真能性，主宰了整个世界，变成是人类为标杆去衡量的世界。好，这个真能性可以分为在后人类有3大类别，我们主要来谈动物性跟机械性，就是科技是目前主要的2大类别。第一个就是物质性的科技，后人类跟科技，从这张图可以看到，科技可以赋予我们非常多的真能。那第一个，从所谓的资讯的电脑，我有电脑，我就可以知道全世界的讯息，我的 knowledge， 我的知识，我就可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而且甚至我可以上网网购，我可以上网到银行存款、提款甚至你可以在网络上做很多的事情。那资讯赋予了我们人类一个真人的一个新的样态，是21世纪云端时代，像我们现在的一个云端的课程，也是一种真人的后人类的一个展演。那第二种就是科技的机械类的真人，那很多义肢
或者是你跑得比马慢，可是我有法拉利的时候，我就可以比马跑得快。那这个法拉利这台车就赋予真人的一个属性。那机械几乎是一个21世纪机械人的时代来了。那很多的机械将会不但取代人，也会赋予人更大的能力来做很多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就是生物科技。那所以3种科技，生物科技，你借由生物科技，让我们的不但身体更健康，或者是这个肌肉更有爆发力或者是让你活得更久，甚至睡得更少，然后动能更大，都是可以用药物或者生物科技来改善。那3种科技都是物质性的，都是赋予人类成为一个主宰这个世界的真人，进入一个后人类的样态。我们以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为例，事实上，后人类不是在卡通或者是在好莱坞电影，它已经是日常生活。那霍金，他在物理学界非常富有盛名。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引人省思的，也就是科学家有一天会发现这个宇宙是什么时候被生成的，是如何被生成的，是生成的时候是什么样态，那就是 when、how、what 这3个问题都可以回答。那有一个东西科学家无法回答的，就是 why 这个问题。他讲 always will be buried in the mind of God。 这个 why 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宇宙，不是科学家能回答的。那科学家能回答的只是在技术面知道是什么时候、如何跟发生了什么样的样态。好 what 是何谓宇宙的生成。那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因为先天的疾病，那他就必须用科技来成为他跟外界的沟通。那有一个在后人类很盛行的一个名词或专有名词上，就叫赛博格 （cyborg）。那上是2个单字，一个是 cybernetics， 一个是 organic， 这2个字组合起来就是我们讲的赛博格。那赛博格就是一个机械体跟有机体组合起来。那霍金他的所有的言行跟他的语言表达都要靠的是一个电脑跟机器来去运作他的跟外界的沟通。那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有机体跟机械体的组合，成为一个后现代的一个后人类的赛博格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那赛博格事实上依据这个理论家的分类，可以分为3大类。像赛博格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有趣的一个 Chimera， 实际上是神兽，是在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它有蛇的尾巴尾巴是一条蛇，然后狮子的身体，它甚至有时候神话还会赋予它老鹰的翅膀。那这个神兽上是就是类似赛博格的概念，事实上它有3个类别，一种是人类跟动物的组合，一个是在往上一层是有机体跟机械体的组合，再往上是具体跟非具体。那这3种类别都有不同层次上的赛博格。我们以莫拉维奇的 My Children 所谓的思维儿童来做一个例子，这本小说来做一个例子。在这个小说上已经很久以前写出来的，可是后来整个好莱坞电影甚至很多后人类研究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发展一个后人类的一个很激进的一个可能性的开展，那就是 embodiment 跟 disembodiment， 所谓的去身体化跟身体化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小说中，未来的小孩，他事实上他的想法，我们大脑里面的想法，包含你的意识，包含你的人格特质，是可以抽离你的物质的身体，到电脑里面被像一个任何的影片一样，或是记录一样被储存在电脑。如果这个是可能的，你就进入了一个 disembodiment 去身化的一个
后人类的样态。那一个人如果他出生就可以，死之前他就把大脑的任何的学习的知识，还有人生经验的各种生命的起承转合、悲欢离合这样的概念、这样的经验储存在电脑，那他的死亡就成为另外一个定义。什么是死？对人来讲就会有一个激进的变化，因为肉身死掉了，可是我的思想留着。那我的思想可以转化到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一个机器上面，所以很多好莱坞电影开始用这样的概念来谈什么是后人类。那人的思想是可以被储存在电脑上面，那这个人是不是死掉了？那这个变成是一个新的议题。那这个例子就凸显出后人类的很多激进的可能。那这激进的可能不是现在可以做到，可是在未来将是一个可能。那我们进入了后人类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真人性的互补。那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我们知道人是从动物这样演进下来到现在文明。可是人成为人有 humanity 人性，那人性永远是两端的拉扯，一个叫做你的动物性，一个叫神性。如果用弗洛伊德语言，动物性比较像你的 id， 就是你的本我，你想睡、想喝、想享受一些任何欢乐的东西，你不想工作。那一个是神性，就是你有责任心、荣誉感，像 super ego， 你想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那这个两个的我，这是人成为人作为人，一定有动物性的那样的一个心性，有一个神性。所以文明的过程中的不断的教化人成为一个更偏向人的一个神性的面向，而去去掉你的动物性，借由各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里面。好，我们来看，那人跟动物在后人类里面的开展样态有4种，那个4种还是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一个是属于归类为动物化的动物，另外一个是动物化的人类，还有这个人类化的动物及人类化的人类，4大类。我们来看4大类的类别。第一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动物化的动物，就是那无法被驯化，然后却又充满野性的动物。那像我们家禽啊，或野兽啦，甚至老鼠啊，它永远是一个老鼠。那这样的动物化的动物，它保持它的野性，它会沦落成为人的，比如说实验室的老鼠，或者是食物，家禽就变成我们的食物，或者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野兽。好，那这些属于动物化的动物。第二类别是人类化的动物。那一看呢，这只小狗狗，我们就知道人类化动物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宠物。那我们经常宠物把它当作你的小孩或你的伴侣，然后你把它弄成很人类化的样子，穿衣服、穿鞋子，好，甚至会美容、按摩，现在还有丧礼。那我们都把狗当作一个人。那这样人类化的动物，它变成驯化成，尤其是狗还有猫，逐渐失去它的野性，进入跟人关系的一个动物化、人类化的一个动物的一个阶层。那第3种是一个动物化的人类。那动物化的人类，当然就是那些我们杀人啊，或是充满暴力、充满野性这一群的人类，那经常是犯人。那这样的人在我们社会上是被规训的，甚至被法律制裁的，甚至直接终身监禁，甚至枪毙。那这些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连禽兽都不如的人类。这些人就属于动物化的人类，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人类的社会法律会给予规训。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被神圣化的像我们作为一个人成为人，就要往这个神圣化去拉，提升自己，就是人类化的人类，那就所谓的文明的人类，受高等教育，然后这个是一个绅士的行为，或儒家的讲就是君子的概念。好，那这样子概念对是被批判的，因为这个当代的后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化的人类只是一种幻觉，只是一个自我提升的一个虚构的可能。那这样子反而是压抑了我们在这一周的第一个课程讲到21世纪文化理论，这些文学理论的一个趋势的时候，讲到回应他者，就是说人类化的人类压抑了其他3种刚才讲的不同的这个人类
人类化的动物、动物化的动物这些他者，那这成为一个自我。所以人类化的人类事实上反而是要被反省的这样的反省，实际上才是一个后人类值得学习跟开展的一个样态跟一个思维模式。好，有了刚才我们整个课程的解说，我们来回答同学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回答在课程里。那我们来回答第一个跟第三个问题。首先，我们来回答这一系列的超级人类当然都是在这个电影里或漫画里面的这些超级人类。事实上，后人类把它分为两大类别，一个叫做 posthuman， 一个叫做 transhuman， 一个超人类跟后人类。那超人类这一块，事实上还是以科技为主，然后人类变成是辅。那科技为主的人类，它就变成是去人为中心的思想，然后进入跟这个像 cyborg， 像是已经进入一个机械的一个主宰的一个样态比如说机械战警、机械公敌，它的大脑是可以被 program 的，它的大脑是可以被这个操作者控制的。那另外一个是超人类，那超人类的是还是以人为主，那科技或者动物性为辅。那这个探讨的是我们目前比较务实的日常生活，我们以科技来辅导我们人作为一个更方便、更有真人性的一个特质。那比如说蝙蝠侠，或是我们很熟知的美国队长。那不管是蝙蝠侠或美国队长，他都会像人一样会生气、会受伤、会死。那他就不是进入那个纯后人类的人类。或者刚才谈的那个 My Children， 它永远不会死的那个 mortality， 那会死性还是在超人类里面。只是超人类，比如说蝙蝠侠借由各种科技的东西让他真人，或者是我们美国队长也都是用他的盾牌来提升自己的真人性。所以后人类已经探讨的是一个激进的、是去人性的一个可能。那超人类在超人类里面是如何还是以人为主，然后增加我们真人性。那这个真人性是提升人类活在这个世间的各种可能。那这个真人性不要忘了，医疗科技是我们真人性目前比较伦理面向的发展，所以很多医疗可以解决我们目前人类很多疾病或者是功能的不足可以补足。好，那这个问题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后人类作为一个人类的未来，到底是福或还是祸？实际上回归的是一个海德格的问题：人作为一个人跟科技的关系，已经不是后人类在21世纪。比如说，在19世纪，我们就有这个工业革命。那工业革命也是机器兴起，取代工厂，取代所有的人力。那它也有达到后人类的一个趋势。那只是这个后人类还是一个初期的，那现在进入了一个资讯，所以未来的机器像汽车工厂的几百个工人，可能一个生产线就取代了几百个工人。那这样的还有摩克斯这样的一个网络学习，可能会取代了很多的在教室跟这个实际的老师。那这些与其说人跟科技进入了一个新的样态，科技主宰了人，不如说海德格讲的科技永远是开展人存有样态一个模式，所以我们不能被科技所主宰。我们虽然最有科技，比如说我拿我的一个手机这个苹果的手机，有了手机跟没有手机的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我我的能力会因为手机可以上网，可以打电话，可以记载所有事情，可以设计，可以摄影，可以照相，增加我的真人性。可是人成为人，作为人，我不可能手机取代我的人性，也就是说我变成是手机强迫症。比如说我很焦虑，没有手机我就很不安，那你就变成是科技主宰了你。那就海德格讲的科技不能倒过来主宰了我的存有，而是科技是服务，让我的存有在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元的开展。所以回答是人或是祸，事实上应该是福亦是祸，只是说它带来给我们福，我们要跟科技保持一个批判的距离。所以说
我就不见得一定要手机我不见得一定要上网。如果我可以不用手机，所以我跟科技不是人家有什么科技我就要什么科技，而是说哪些科技是可以服务我的生活，让我生活更好，而不能因为方便、因为品牌而变成是一个你被它所误役、所以奴役的一个对象。所以回答后人类到底是福还是祸，应该是一个跟科技就要保持批判的距离，然后让科技不断服务人类新的需求，像医疗科技，那它其实由降低祸增加福的方式来迈进。好，这个课程我们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